学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KY Converter。这个转换器属于比较新型的转换器，那它这个转换器有许多特别的优点。而在今天的课程，我会简单的介绍这个转换器它的操作方法，以及它适合运用在哪些地方，并且会说明它在使用上会有哪些的限制。这边是我的 outline。首先，我会解释为何在列能系统中 Step-up Converter 是如此的重要，为何在列能系统中往往需要升压转换器。而介绍完升压电路与列能系统的关系之后，我会介绍传统的 Boost 转换器。Boost Converter 是最常见的升压转换器之一。尽管 Boost Converter 有简单的结构，但它也有许多使用上的限制。所以在分析完传统 Boost Converter 的优缺点之后，接着我会介绍这次的主角 KY Converter。而在这边，我会介绍 KY Converter 的电路架构、操作方式，还有它是如何运作的。最后，我会比较这两种转换器的优缺点，以及这两个主要适合应用在哪边。在一个列能系统中，能量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外部的环境，我们可以透过太阳能板获取太阳所提供的能量，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物质的振动从环境之中获得能量，而更可以从土壤中获得能量。概念上来说，自然界中自体吸收能量非常符合现代的潮流，因为非常的节能，而且也没有需要插电或常常更换电池的问题。但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如同上一张投影片所说的，列能系统从自然界中获得能量，但往往都是非常微弱的，而且也非常不稳定。可能刚好一片乌云经过，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压就忽然降低，可能刚好振动的物质幅度有所变化，所以造成电压非常不稳定，等等等。各位可以想象得到，这都是列能系统必须面对的课题。而虽然列能系统所产生的电压非常不稳定，会随环境所影响，但系统所需要的能量永远都是需要非常稳定的电压。简单来说，如果电脑的电源非常不稳，那它一定不能运作得非常正常，而且非常高效率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电压转换器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升压的部分，可以将电压转换成系统的工作电压，且变得非常稳定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到一个好的转换器有哪些基本的条件。这边简单列举3点，也就是一个好的转换器最基本的条件。第一点就是高效率，我们不可能希望一个转换器消耗了我们大部分的能量，那这样列能系统可能一列取到能量就都被消耗掉了，这样后级永远得不到能量。所以高效率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点。而第二个一直强调的是输出的稳定度，输出的稳定度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，因为如果转换器没有做到稳定的输出表现，那也就不需要这个转换器了。而最后一点也就是体积，现在的装置都希望越做越小，而且都希望可以 SoC 就是 System on Chip， 希望可以把整个系统整合在一个晶片上面，不希望东一块西一块，所以体积是越小越好。这3个就是构成一个好的 converter 最基本的条件。接下来就要来看最简单的升压转换器 Boost Converter。在这边可以看到，它是由2颗开关还有一个电感所组成的，这个还有一个输入电容跟输出电感。而这组成的 Boost Converter 是现在最常见的升压转换器。它的运作总共可以拆成2个模式，2个模式组成一个工作周期。这一页是第一个运作模式，在模式1中，也就是 Phi 1的时候 ，Switch 1会导通，而 Switch 2在这个时候会关闭。
这个区间我们可以观察到，输出在这个阶段是完全得不到能量的，能量在这时候完全都灌到电感上面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是做一个储能的动作。而当电感储存好能量后，会进入到下一个工作阶段，也就是 Phi2 这个阶段。此时开关的运作和前一个模式刚好相反 ，Switch 1会关闭，而 Switch 2会导通。这时候输出可以得到能量，不但可以从输入得到能量，更可以得到从刚储存的电感内得到能量。透过这样可以达到升压的效果。而我们透过下面这一张图，可以讲得更仔细一点。左边这张图是电感电流，可以看到在模式1中，电感电流呈现正斜率，也代表电感这时候正在储存能量；而在模式2中，电感电流是负斜率，所以电感在这时候是提供给输出能量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模式2中，电感电流是一直提供给输出能量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只有浅绿色的这个区块，浅绿色的区块代表输出获得能量的区块，可以明显的看到输出只有在模式2下能够获取能量，在模式1的时候，输出端永远得不到能量。这个输出供电不连续，让这个架构简单的升压转换器会遇到许多的问题。不连续的能量提供会让输出联波增大，并且平均的电感电流也会较大，也就是说，电感电流永远会大于抽载电流，而较大的电感电流也会让整体的系统效率降低。大的电流会让寄生的电阻所产生的能量流失越来越大。重点是，它还会有一个 RHP0 的问题，在右半平面的零点会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，也就是说，会增加系统补偿的复杂度与难度。以上这种种都是 Boost Converter 所面临到的问题。接下来就要介绍这次的主角 K1 Converter。K1 Converter 是由3颗开关以及一个电容、一个电感所组成的。比起传统 Boost， 它多了一个电容与开关。那我们这边就要先讲一下它的操作模式。在模式1之中，只有开关2会导通，而开关1、开关3在此时是关闭的。这时候 L 叉点，也就是电感左边的点的电压，会变成输入电压加上电容的跨压。因为电容的跨压会等于输入电压，我们在下一章会讲解为什么电容的电压会等于输入电压。简单来说，在 L 叉点的电压会是输入的2倍，因此电感在此时会充电，输出也会在此时同时获得到能量。而在第二个操作模式之下，开关的运作会刚好完全相反，这时候只有开关2是关闭的，开关1与开关3都会是导通的。在模式2，主要是让电容有一个充电的区段，因此此时电容两端分别接到输入端与地，所以电容在这时候的充电的跨压就会是刚好是输入的电压，而这时候电感同时会对输出充电。经过2个模式的解说后，可以清楚的看到，不管是在哪一个模式，输出一直都会获取到能量。所以这就是刚可以提到的，在 KY Converter 这个架构，我们可以克服供电不连续的情况。可以看到左下角这张图，它的供电浅绿色区块就会是完整的，不会有任何的间隙。那照这样的做法可以有几个好处，在这边可以看到，第一，可以做到连续的能量供给，而连续能量供给就可以减少输出的联波，以及降低电感电流，让电感电流的平均值可以等于输出电流，不会像 Boost Converter 一样，电感电流大于输出电流。因此 ，KY Converter 有比较好的效率运作，同时也没有右半平面的 zero 的问题，达到更稳定的运行效果。接下来看一下这张简单的比较图，在横轴的部分是输入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值，而在纵轴是电感与输出电流的比值。KY 最大的特色就是电感电流与输出电流的比值为1，
不会随负载改变，也可以造就到它的高效率。这边讲解一下整体简化过后的架构图。这边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 current mode control 的方式，首先将输出透过分压电阻分压后，再将分压的资讯与 reference 用误差放大器将其误差放大，之后将 current sensing 到的资讯与 ramp 波来做相加。因为 current mode 只要在 duty cycle 大于50%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次谐波震荡，让输出一直震荡，所以必须加一个 ramp 波。因此，将误差放大器的结果与 sensing 到的资讯透过比较器比较，最后再经过 SRH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duty。最后，透过 driver 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回收控制。最后，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两个转换器的差异。第一个是 duty ratio， 也就是其转换器可以达到的转换比。以理想状况来说，传统 boost 转换器可以达到的增益是无穷大，这是以理想状况来说。而在 KY 转换器下，在转换比最大的情况下，只能达到输入的2倍，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之下。因此可以看出，在转换比上面 ，KY converter 是比较受到限制的，并且它在元件上多了一个电容，以及多了一个开关。而最后在效率的部分 ，Boost 转换器会有比较大的电感电流，所以造成能量的损失。而在 KY 转换器则是多了一个开关，所以这是另外增加能量损失的地方。因此，如果是在面积稍微不受限制，而转换比不需要太大条件的情况下 ，KY converter 有非常好的效果。非常小的电感 ripple， 高运作的效率，而非常小的 output ripple。总结来说，任何一个电路的设计都是一个 trade off。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电路，只有最适合的电路。这次的课程主要就到这边，希望对同学会有帮助。感谢大家。